卡塔古利用自己的拳头让路飞提前认识到了社会的险恶，路飞被打得急了，起身反击。二人在镜世界的生死对决可苦了岛上的居民，噼里啪啦的打碎了岛上很多人家的镜子。这么搞下去，全岛的镜子恐怕都要不保。岛上的居民都知道是一个叫草帽路飞的小子在镜世界里和卡塔古利对决，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居然这么强悍，和卡塔古利打了半天也没有分出胜负。小伙子很有前途。两个人又是一顿你来我往的回合战，不过这次路飞确实变得聪明了。卡塔古利用年糕大手拍他的时候，路飞知道用自己的招式避开。不过卡尔的手可不止2只，就算路飞能扛住2只手，还有第3只、第4只手等着他。反正两人的战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要动漫组想拖时间，两人总能打出一些创新和花样。就连卡塔古利自己也忍不住吐槽说道：“你要这样无意的攻击到什么时候？”两人的战斗反转马上就要来到了，因为镜世界中进来了另一个不速之客，夏洛特家族第33个女儿，卡塔古利粉丝俱乐部会长兼特工队长，15岁的弗兰佩。要说这个小女生的特点在哪里，那就是她和饭店里那些无脑粉丝一样，在没有完全看到自己爱豆真实面目的情况下，在对爱豆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疯狂的追爱豆，将爱豆视为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就算为爱豆疯癫痴狂，为爱豆咣咣撞大墙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的爱豆是世界上最值得爱的人，父母都可以不爱，也要疯狂追宠爱豆，撞墙又算什么呢？只要爱豆一句话，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弗兰佩看着卡塔古利战斗的背影，痴迷的喃喃自语：今天的卡塔古利欧巴也是完美又帅气的样子啊！弗兰佩拥有41个哥哥，被其中40个哥哥选为最佳妹妹奖。弗兰佩自认为是为大家最宠爱的妹妹，是最受欢迎的妹妹，是要成为海妹王的女人。而卡塔古利欧巴是被33个妹妹憧憬，被所有的弟弟崇拜的男子，谁不想投入卡塔古利欧巴的怀抱，被他来一个摸头杀呢？弗兰佩虽然有信息被卡塔古利欧巴宠爱，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敌人太多了，所以必须要处处留意卡塔古利欧巴的一举一动，一定要做到有卡塔古利欧巴的地方就有弗兰佩妹妹的身影。只要卡塔古利欧巴需要帮助，弗兰佩妹妹必然第一个出现在欧巴面前，只有这样自己才有机会提高分数，成为卡塔古利欧巴最喜欢的妹妹。弗兰佩带着手下埋伏在角落里，伺机偷袭草帽路飞，帮助卡塔古利欧巴取胜。属下用狙击枪瞄了半天也打不中一枪，气得弗兰佩一叉子捅了那个家伙。没用的手下只会影响我弗兰佩涨粉的速度。弗兰佩遥望不远处和路飞对决的卡塔古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卡塔古利欧巴如果陷入僵持战，完美的身姿就会受到影响，妹妹的幻想也就破裂了，必须帮助欧巴快速取胜。路飞挨了卡塔古利一顿胖揍之后，无数次的重新爬起来，狼狈的身影惹来弗兰佩和属下们的一顿嘲笑。卡塔古利却依然一副漠然的表情，既没有鄙视也没有不耐烦，心里大概只有一个想法：这小子真的扛打，你还要站起来多少次？路飞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卡塔古利的甜甜圈和怪力年糕已经从路飞的头顶砸了下来，而这一次卡塔古利的攻击落空了。路飞向后一个空中转身，躲开了卡塔古利的攻击后，迅速击出一拳。当然，这一拳并没有打中卡塔古利，卡塔古利瞬移到路飞身后，但路飞已经预判到了他的攻击，这让卡塔古利很是吃惊。好在自己的拳头多，路飞无法躲开，又被狠狠揍了一顿。路飞气得大叫。卡塔古利漠然地说道：“你一定很着急吧？你想出左拳，我就打你的左肩；你想出右拳，我就打你的右肩。你是个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后悔的蠢货。行动被完全看穿，就是这样。我会打得你毫无还手之力，直到你死心为止。”路飞被揍得几乎绝望。这种战斗不管输赢，毫无成就感可言，一直处在被虐的状态，任谁都承受不住。这时，雷利的教导再次浮现在脑海中。雷利曾经告诉路飞，攻击是有意志的，有气息的，不要胡乱出手。路飞。路飞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静下心来，进入到回忆之中。动画组硬生生的用回忆拖了2分半的时间之后，给了路飞一个坚定的特写，仿佛路飞参透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结果还是被卡塔古利一拳头撂倒。陷入绝望吧，草帽小子！卡塔古利果断出手，这一次路飞终于成功预判到了卡塔古利的攻击，并且灵活躲开。在被卡塔古利接连打了几拳之后，路飞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清楚地看到卡塔古利进攻的轨迹，并且用拳头做了回应。卡塔古利一个顺闪，将路飞一脚踢飞，他微微有些震惊。这个他从一开始就看不起的小矮子，居然低概率地做到了。他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未来。卡塔古利意识到，眼前这个敌人越来越不简单，必须要趁着他还没有完全成长以前，就将他干掉。两人又是一顿对招，路飞又被打倒了。卡塔古利提着自己的叉子走向路飞，冷漠地说道：“你不用再站起来了，你们的计划早已暴露。你和你的伙伴将在1点钟在巧克力岛会合。不过，在你们到达巧克力岛之前，就会被干掉。等待你们的是我的弟弟和大批舰队。就算你能从这里出去，结果也还是一样。”弗兰佩在暗中拿起吹管暗器，瞄准了路飞。看来要分出胜负了，你这个浑身脏兮兮的猴子！山治这边，蛋糕最后的装裱工作在山治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
这种香甜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欢呼。贝基深深地被山治的佳作所折服，彻底放弃了暗杀行动。做得这么美味，完全可以不用下毒了，干脆就让大妈为这个美味而升天吧。加班加点的赶制工作让厨师们疲惫不堪，这下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好好休息了。山治向共同奋战的布林和戚风表示感谢。布林由于过于害羞和紧张，化身成黑化布林对山治嘲讽一番。山治则默默地点燃一支烟，无论如何，我必须赶过去。雷云宙斯遭到布鲁克的一招斩击，被砍成2半。娜美趁机用小雷云释放了宙斯身体里的能量，巨大的电击直接给了大妈一记重创。士兵果断地喊了一声：“趁现在拉开距离！”布鲁克顺利回到船上，桑尼号已经被毁得千疮百孔。不过，布鲁克带回了一个意外的礼物，就是已经失去意识的宙斯。这下子娜美可来了劲头，扯住宙斯的脸。宙斯惊醒过来，一眼就看到了娜美这张惊悚的脸。你刚刚是不是要用雷电劈我来着，宙斯？宙斯吓得大气不敢出一下，额头上的汗刷刷流了下来。从一开始你就弄错了，我可没打算和你成为朋友。我再问你一次，你是想做我的仆人，还是去死？好好想想吧。宙斯的头上汗如雨下，一句话不敢说。大妈被慎平借助桑尼号，在空中被普罗米修斯接住。大妈顺势爬上了普罗米修斯的身体，变身成为火焰大妈。普罗米修斯的速度也不比宙斯慢，大妈很快就追了上来。乔巴吃下蓝波球，化身成怪物形态，站在船尾阻拦大妈。总之，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大妈破坏桑尼号了。大妈手中拿破仑又伸长很多，看起来他是打算一击必杀。娜美和乔巴、布鲁克守在船上，严阵以待。大妈一招皇帝剑劈过来，乔巴徒手将长剑拦下来。娜美用天后棒召唤出飓风，普罗米修斯则吐出一道火焰来应对。火焰吞噬了飓风，冲向娜美。布鲁克站出来，用魂之丧剑将火焰冰冻住，救下娜美。大妈再次挥出皇帝剑，重伤乔巴。但乔巴十分勇猛，嚎叫一声，重新站起身。来吧，大妈，拉着你一起跳入海中，同归于尽，我还是可以做到的。大妈哈哈大笑，小老弟儿很有斗志嘛。不过要和我同归于尽，你还是想多了。普罗米修斯得到大妈的命令，忽然火焰剧烈膨胀，变身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此时的普罗米修斯真的如同太阳一般，在桑尼号的上方喷洒火焰。士兵表示很无奈，这种级别的太阳火，就算是海水浇上去也没什么用。这样下去的话，根本避无可避。桑尼号迟早要被他焚烧殆尽。娜美退后几步，靠在士兵的后面，好不容易撑到这一步，难道真的等不来山治了吗？大妈吐了舌头，霸气的低吼道：“把结婚蛋糕交出来！”娜美余光一瞟，看到不远处的海面上驶来一个船影。一开始，娜美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船靠得更近之后，娜美终于看清了那艘船的影子是自己人，而且船上还载着结婚蛋糕。娜美激动地流出眼泪，大妈脸色一变，用力抽了抽鼻子。她不仅脾气像哈士奇，就连鼻子也和哈士奇的一模一样。这么远的距离，她也嗅到了蛋糕的香甜味道。大妈露出满足的笑容，口水止不住地飙了出来。乔巴松了一口气，几乎虚脱地跪倒在地。还好大妈被香味阻止了，放弃了攻击，否则的话，他们这一船的人有几条命也是不够的呀。贝基这边，维特用望远镜查明了敌方的情况，立刻反馈给了贝基。贝基点点头，表示很牛逼。草帽这一会儿被那么一大群军队连续追杀好几个小时，船被打得千疮百孔，船长也没有在船上指挥，这伙人还在硬着头皮坚持，着实不容易。亏他们还能活下来，牛逼牛逼！贝基转过身，大吼一声：“小的们，准备好！对手可是汉服大妈，绝对不能大意。只要有机会，就把他给我打成马蜂窝！”这些黑帮分子纷纷举起刀枪，喊杀声一片。山治离得远远的距离，就看到了一个会发光的身影。他跳上船头，仔细一看。没有错，这个身影正是自己日思夜想、令自己魂牵梦绕的娜美桑。娜美桑，我来救你了！佩罗斯佩罗这边也注意到了正在靠近的贝基一伙，属下报告道：“船上有人在跳舞。”佩罗斯佩罗大妈，这种事儿无所谓好吧？关键是蛋糕。虽然从望远镜来看，蛋糕没毛病，确实重现了婚礼现场蛋糕的外观。只要味道能过得去，就能够阻止大妈的癫痫。可是让人在意的是，那艘船是卡彭贝基的船，船上背对着他们的正是贝基本人。这个人不可信赖，蛋糕里一定被下了毒。佩罗斯佩罗很是纠结，到底该不该让妈妈吃这个蛋糕？将蛋糕破坏应该是他们这些子女和属下该做的事情。可是这样一来，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大妈的癫痫了。如果不破坏蛋糕，很可能大妈一口下去，大妈海团就要换领导人了。贝基和山治做了谈判，蛋糕已经如约送到了。他答应山治，在大妈吃下蛋糕前不会出手。但是大妈吃了蛋糕之后，贝基一会儿干什么就是自己的自由了吧？山治瞥了贝基一眼，说道：“随你高兴就好，我们的任务只是让暴走大妈平静下来而已。”布林乘坐飞毯来接应山治，戚风突然叫住布林：“多保重啊，妹妹。”布林头一歪，问道：“你现在幸福吗？”戚风看着身后的贝基，肯定地说：“当然幸福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世界都会改变。”布林笑着对姐姐说：“那你不可以放弃这份幸福啊。”戚风点点头：“你也是。”布林一愣，随即看向旁边的山治，他低下眼眸，表情失落。几秒钟后，他抬起头，笑着对戚风说道：“再见，姐姐。”布林将山治包裹在飞毯里，用极快的速度把山治送回了船上，而贝基则命令手下又满多将战舰开向附近的岛屿，引大妈离开。吃下蛋糕的大妈状况是未知的。贝基一方面帮助山治等人引开大妈，一方面要在其他岛屿实现自己的暗杀行动。那个小子一直都没有放弃暗杀的想法。
山治回到船上，大家都很高兴。山治看了一眼桑尼号，默默地说道：“被打的还真惨呀。”山民愧疚地说道：“不好意思，有我在还变成这样的局面。”山治转过身，岔开话题，打听佩特罗和加洛特的下落。大家一愣，随即哑口无言。布鲁克惊慌地说道：“他们在睡觉，就在房间里。”佩罗斯佩罗观察一阵，发现贝基居然要牺牲自己做诱饵，引大妈离开。也就是说，曹文一伙和贝基一伙要兵分两路，这一下就两难了呀。他们有点难以抉择，该去追击哪一边。草帽团是绝对不能放过的，但是贝基是叛徒，也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就在佩罗斯佩罗矛盾的时候，贝基打了电话：“摩西摩西，我是贝基，我是节目君，咱们下期见。”